我们终于来到了重庆，中国最魔幻的4D 城市。说起重庆，不能不说的就是这里科幻的建筑，100米深的地铁站，轻轨穿楼的震撼，千与千寻般梦幻的洪崖洞，都是这里的地标。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领略这中国最梦幻的城市——山城重庆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和文涛呢今天来到了重庆的主城区，我们现在要坐地铁去李子坝。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轨道交通的红土地这个地铁站，听说呢这个是中国最深的一个地铁站，刚好我们就在这儿，所以我们去体验一下，看看它要下多少。据说是有将近100米。我现在开始计个时，看我们多久能下到最下面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准备下地铁了，我开始计个时，走起。很多重庆人都会这样形容这个地铁站：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就像红土地地铁站这么深。有100米吗？差不多哈。据说是97米。哦，那就100米了。快100米。对。那100米的话，这种电梯得坐5、6个吧？5、6个、6、7个感觉。哇，第一个做完了，感觉还行。还好吧，它电梯也不是很长呀。对。跟咱们西安差不多。看看这个。这个也还好呀。但是它要是这么长的，来上6、7个也挺深的哈。是的。咱们西安好像最多就是2个电梯就下去了。是2个。说起重庆的魔幻，这些年让世界人民惊掉下巴的，莫过于轻轨穿楼、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车站。这是地面上的神奇，深藏于地下的神奇就要数轨道交通10号线红土地站了。第2个了。6号线、10号线，咱们是不是要坐6号线？对。其实我跟文涛的脚步都算比较快的，一会儿我们看看一共得用多久。对。哎呦，这个开始变深了哈。第3个电梯啊。对。突然感觉怕怕的，这个一直往下下到哪儿了？就下到虫洞里了。听说朝鲜、俄罗斯也有特别深的电梯。是吗？是的。俄罗斯那边，俄罗斯不是以前也喜欢建这种电梯吗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他把那个防空洞跟电梯啊，跟那个地铁这种深梯结合在一起了。对。哦，就是你说这么深的地铁以后，对，暂时也可以当那个什么用？防空洞嘛，对。这是第几个？第3个是吧？对。第3个电梯。这师傅在修啊！我天哪！好可怕。第3个了。这是第4个。妈呀！我有点怕，这个好像更深了，我还是扶着点吧。很多人都会好奇，为什么一个地铁站修得这么深？这其实和重庆的地形有关。重庆是山地，城市的楼房建得错综复杂，要想像平常那样建的话，可能会非常的麻烦。而如果不建这么深，也可能会影响交通。害怕不？有点儿，关键是不知道它下哪儿去，而且这电梯老响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这个816还深哈。哇，好像终于到头了，好像哦，可能还没到头。4个了。还4个。是不是到了这个？看一看。好像到了，我感觉这没有100啊。是不是里面还有啊？可能哦。走，咱们刷卡进。走。还要安检。我们俩进来了，现在刷一下。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，红土地站作为重庆轨道6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站，一共建造了91部电动扶梯，组成了国内罕见的超级电动扶梯网络群。如果您要搭乘10号线，对不起，还需要向下继续走。其实呢，我们俩应该坐6号线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它10号线最深到哪了，所以我们去这边去看看吧。好，左边。这是第5个电梯了。由于10号线在6号线的下方，2座车站城实相交，从而实现换乘，因此接着又需搭乘几段扶梯，才能到达10号线红土地站的检票口。这是第
是的。已经用了5分半了。你说这要是着急上班，光进地铁站需要20分钟。对。出来再需要20分钟。得整迟到了。还有。还要下一个。第7个了。第7个了。这下感觉到了。感觉终于快到了。哎呀。啊，还没到。这下怎么走啊？往下走，好像。这要是上班的话，半天上不了路。这第几个电梯？第8个了。第8个。天哪！我好像终于到了，我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这要是早上上班坐这个哈，10几分钟了才到地铁上。是。哇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太难了啊！我们现在在红土地这一站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终于是到了，看看我们用的时间，停止8分07秒。这是因为我俩走的特别快。对。我俩基本上，而且就是省去了看那个路线的问题，我们是一路顺着箭头过来了。对。如果有些第一次来的，就是要可能两边都要找一找。再走10几20分钟，估计得。天哪！我现在在红土地这一站。对，红土地。这离两边都好远啊，这一站。是的。用时了8分钟，换成了8部电梯，我们终于下到了地下94米，约等于-31楼的10号线红土地站。这就是魔幻重庆的缩影。上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重庆地下100米深的地铁站，这是重庆地下的神奇。这个视频跟大家一起领略重庆地上的神奇。李子坝地铁站这里轻轨穿楼的场景，让世界侧目于中国基建的神奇和重庆地形的魔幻。为了彻底体验李子坝的轻轨穿楼，我们决定用3种方式带您体验一下这座典型的重庆建筑的魔力，分别是主视角穿楼、无人机穿楼以及仰拍视角。首先，和我们一起进行一次李子坝的主视角穿楼之旅吧。前往后面的请好站台后面者，后面人少，后面人少，分站乘车。哇，通往李子坝的车。前方到站李子坝站，列车将打开右侧车门。The next station is 李子坝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. 各位乘客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，请全程佩戴口罩，分散乘车，保持1米社交距离，建议错峰出行。观景平台，李子坝观景平台在前面。我天哪，好多旅行团啊！你看这，全都是旅行团啊！来看清。您来这看呢，这也没有啥意义啊。免费嘛，不要钱。哇，这人绝了！他们可能觉得这儿没意思，让你们来了吧？对。来这里来，咸阳的。对。喜羊羊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们现在在重庆城区的李子坝地铁站这边，这个就是网上特别网红的一个地铁穿墙过、穿楼过，就是后面的那个景点。我们刚刚在上面就是坐地铁过来的，已经体验了1次了。现在我们在地铁的下方，更直观的可以看到地铁从整个楼中穿出来的样子，特别酷。
这个是往那边去的哈。是的。再等一下就有一个去这边的了，再等1-2分钟，那个就过来了。其实挺快的，他说5分钟一班，但是2-3分钟就有对向的车过来了，对吧？对，挺快的。重庆这地形真是魔幻呀，就感觉各种各样的，反正在重庆就不奇怪，什么都有。对，哎，来了一个，来喽。这边。众所周知，重庆是一个著名的8地城市，在这个8地城市之中，轻轨穿楼已经成为城市中一个耀眼的风景。曾经的李子坝默默无闻，是一个可以避开喧嚣的城市隐秘之地。现在的李子坝是红遍大江南北的网红旅游景点，甚至火到了国外，变得世人皆知。可是为什么在重庆会产生这样一个奇异的建筑呢？李子坝轻轨站这一设计方案还是一个将就的结果。项目立项之时就确定，轻轨2号线从教场口到新山村途经李子坝时要设立站点，但在相同的位置，开发商又要修建楼房，两者的平面位置正好重叠。项目负责人解决了这个难题，才产生了一个神奇的网红景点。很多人好奇的是，站在桥上，汽车驶过，或多或少有点小震动。轻轨从楼洞中穿越，对楼上楼下有没有震动呢？虽然轻轨与楼房看似一体，实则互不相干。还有不少网友关心轻轨列车驶过时会不会噪音扰民。其实住在楼上的居民有最大的发言权。楼上的居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，还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轻轨噪音而扰民产生的投诉，反而是街上汽车产生的噪音更大些。这就是李子坝轻轨站的魔力，轻轨穿楼，但是大家互不搅扰。好一个魔幻的轻轨穿楼，魔幻的重庆，魔幻的中国制造。我们决定换个心情，去朝天门、磁器口和洪崖洞转转。几年没来，想必这里已经变得更漂亮了。首先，我们去了磁器口。磁器口古镇位于嘉陵江畔，始建于宋代，是嘉陵江边重要的水陆码头。现在的磁器口已经是新8渝12景之一，是重庆有名的步行街。在磁器口见到了不少棒棒。上次来重庆的时候，对棒棒这个重庆特有的职业只有浅显的了解。近2年看过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后，对这群立足于底层服务大众的棒棒心中多了几分尊敬。棒棒大多出身贫苦，他们爬坡上坎，肩上扛着1米长的竹棒，棒子上系着2根青色的尼龙绳，沿街游荡揽活，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，被重庆市民称为棒棒军。磁器口古镇的道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地形，不少棒棒都在这里干活。很多人说棒棒这个职业马上就要消失在重庆的历史中，但是现实来看，棒棒的故事还是会继续被书写下去的。棒棒不是木头人啊，是吗？现在的磁器口很是热闹，所有的店铺都生意兴隆，火锅底料、各种小吃都有的卖。竟然还碰到一位美女在这样的环境中喝茶看书，很是佩服。狒狒看到路旁一位大哥在打糯米，也决定上去一试身手。1、2，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！好了好了，放点吧，放点吧。好了，太沉了。好嘞，好的，三角鸡出来了。朝天门码头，这么多人坐船的吗？对啊，老多人坐船了。我羡慕这些有钱人啊！你也有钱，可是你不请我坐。我请你坐，你坐吗？不坐。那边嘉陵江啊。这个是长江。哦。这是嘉陵江。哦。他们会的往哪儿流？往右边流。哦，往那边流。那长江，
哦，从这儿过来的。咱刚刚顺着这个路来的。对对。好吧。感觉看不出来水的那个颜色都不同啊。这个季节还好，这个季节水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在乌江间上次去白鹤梁，对，那天天气不好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飞起来可以看看，那边就很明显，泾渭分明的样子。啊，灯都亮了，走。大城市。走，吃饭去吧。朝天门码头的游船可以夜游嘉陵江和长江，很多游客前去乘坐。夜晚的重庆真的比白天的重庆美太多，游船驶过绚烂的大桥，整个景色仿佛一幅画卷。兜兜转转，我们终于到了洪崖洞。洪崖洞是传说中中国最像《千与千寻》的地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哇，来到《千与千寻》的世界了，这样的看还是非常漂亮哈。在这《千与千寻》的世界里，我们仿佛也像千寻一样，迷失在如此绚烂的夜景中，一切都好像童话世界。只可惜，汹涌的人潮将我们拉回现实，洪崖洞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刚进洪崖洞这个景区小吃街这边哈，在门口有人跟我们说40分钟。对，他说，因为洪崖洞本身是一个免费的景区嘛。对。他说，如果你想排那个免费的队，必须要40分钟。如果不想排队的话，给他们交30还是40，可以免排队。对。其实根本没有排队，我们走的免费这边也就1分钟就进来了。1秒钟就进来了，是的，到门口就进来了。扫一下二维码，然后戴口罩就可以进来了。来这儿千万不要花这种钱，就是典型的哈游客陷阱。骗我们的。我来跑了一天了，在洪崖洞这儿终于吃点东西。早上就吃了半根油条，3个蒸饺。不是一个油条吗？它短呀。哦。一个是这么长。对，3个蒸饺。你吃了4个，我给你留了4个。半碗白米粥。一天没吃，到晚上终于吃了。加点醋吧，要不要？我不要，一个酸辣粉。太惨喽！我俩4年前好像在这家店吃过，也好像不是，记不清了。因为它这边装修变了好多。对。我每次来重庆都在这家吃，连着吃了4、5次了。其实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好多肉啊。其实都一样的味道。肉好像有点酸呀，幸好你没放。哈哈，酸辣粉嘛。它这个好像是手工的。跟西安那家比怎么样？你看，它这是手工的，现做的。重庆的酸辣粉都糯糯的，你看它那个粗细都不一样，都手工做的。机器做的都一样细。再来一包酸。这个景区的东西确实贵哦，那个量不多，就1块头。景区的都贵，价格也贵，比外面能贵个3倍，外面6块钱。6块，景区15。哎呀，我尝一尝。咱俩是中辣，你知道吗？有点辣。哎，尝一尝，使面不使酸，味道见一般，是吗？